好，刚刚换 Mac 的第一周啦，你是不是连怎么开关机都不知道？选单找不到啊，快捷键全部都要重学。今天这支影片呢，就是把一些非常基础，你第一次用 Mac 新手小白哦，会碰到一些问题，是简单的界面介绍，先让大家知道。那我们这一集呢，就先把界面搞懂，然后简单的开关机，但是设定在哪里都先搞清楚。那下一集的话，我们再来稍微进阶一点，教你怎么去改一些设定，让它更好用。好，那我们直接开始吧。好，那首先第一件事啊，你可能刚打开这个 Mac， 看到这个桌面，很多人可能连开关机怎么做都不知道。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首先在画面上面左上角有一个苹果的 logo， 那这个并不只是桌面的 logo， 你点下去，它其实有很多设定可以让你去做调整，系统设定啊，关于 Mac 什么等等 ，App Store 都可以在这边开启。但你到下面你可以看到睡眠重新开机跟关机都在这里。那如果你今天在不管要休眠或者重开，甚至要关机的话，就记得要到这个地方。但其实我也要提醒一点，就是 Mac 其实并不需要每天用完都关机啦。自己的 Mac 甚至是几个月都没有再关机过。那通常会重开就是跟系统更新的时候。那如果你真的有这个习惯啊，或未来知道要在哪找的话，就在这里。那另外一点呢，就在你的键盘上方哦。键盘上方，那我这个是 MacBook Neo， 那这款是有指纹解锁键的。那上面这个指纹解锁键，同时它也是开关机键。所以如果你今天打开电脑的时候它没有开机的话，就记得按下这个开关键，它就会开机。那有的时候如果真的很不幸你碰到 Mac 有死档的问题的话，那也是长按这一颗钮就可以让它强制关机。那强制关机之后，你等个几秒，然后你再按一下，它就会重开了。好，那下一步我们来到这个桌面。那首先下方这个地方就是 Dock。那首先呢，这一排常用的 App 都会放在这个地方。那你的游标移过去，它就会跟你讲说现在指示的是什么 App。那你点下去呢，它就会开启这个 App。比如说我看点给你看，看到这边有一个分隔线，那这边就是你可能现在常用啊或者在开启的 App， 它会放在这个地方。那另一边呢就有下载项目，你今天如果下载东西，它会放在这里。那或有一些你现在缩小隐藏的 App 会放在这个方位。那大家看到这个分隔线的地方哦，你游标过去之后，它会有一个上下的箭头出来。那你这边，如果你今天这个 Dock 你想要去改它的尺寸，你就可以直接抓着它放大跟缩小。那如果你想要就是不要它占太多画面的话，你可以把它缩小。但这种时候，你如果觉得很难看到它的图示，你一样把游标移到这个分隔线上面，两只手指去点你的轨迹板。那这边就有更多的设定出来。那大设定呢，它进去里面有非常多细项微调的地方。我们今天先不讲那个，我们先讲这些快速调整。那首先呢，你可以开启隐藏功能，那它就会自己收回去。那你游标出现的时候，移到下面它才会自己打开。那这种时候，你可以再开启放大功能。那可以看一下，那就变你游标在这边的时候，它就会放大这个 App 的 icon， 让你看清楚这个是什么。那甚至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用。那另外呢，在荧幕上的位置，你可以在左边底部跟右侧选择。那最小化的时候，那你要精灵效果或缩放效果都可以直接在这边设定。好，那再来呢，我们就移到上方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上面这边有一排文字的地方，那这个就叫做选单列。那这边重要的逻辑呢，就是它选单列的内容会跟着你目前使用的 App 啊，除了 Apple logo 呢，旁边就会有这个比较粗的这个字呢，就是你现在在开启的 App。Finder 就是像是 Mac 的一个档案管理的一个地方，今天不管在桌面或者说你开启任何档案夹的时候，它显示的都会是一个 Finder。但如果你今天可能开启的是一个 App 的时候，它这边的这个粗字体就会随着你现在使用的 App 去做改变，然后就非常的清楚。所以呢，这个跟 Windows 的逻辑不一样 ，Windows 会跟着这个 App 上面会有一个选单列在上面，但 Mac 它上面就是永远是显示现在所使用在最前排的这个 App 的选单列。所以呢，你上面这一排所有的档案啊，这些所有的设定都是跟着你现在最前排的这个 App 走。更进一步的，你这一个 App 里面有更多进阶的设定，也是在你点下这个比较粗体的文字下去，你就会看到这个设定的部分。那这个也是跟着这个 App 走，这个会变，那不变的就是这个苹果 logo。你在任何 App 开启的情况下，这个苹果 logo 它都会在。那同时呢，它里面所设定调整的东西也都是 universal， 就是共通中央的。那你有什么关于这个系统的设定呢？你也都是在任何 App 开启的时候，你都可以回到这个苹果 logo。中央设定的管理都是在这边，都不会改变。整个系统设定也是在这个地方去做选择。好，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 App 那这个跟 Windows 的方位也不太一样。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红色的叉叉，然后这边有一个缩小，黄色的缩小，然后这边有一个放大。那这个逻辑跟 Windows 也不太相同。那首先有人以为红色这个就是把你整个 App 关掉，因为 Windows 是这样。那其实这个只是把你这个视窗关掉。那这种时候你可以看到下面 App 下面还有一个小点，就代表这个 APP 并没有真正关掉。那你看我刚现在我按掉这个叉叉的时候，上面这边还是显示音乐。那如果你真的要把这个 App 完全关闭的话，不想让它增任何资源，你要点下这个按这个结束，你就可以把这个 App 关掉。那这边有一
快捷键跟你讲了 Command 加 Q， 那这个我们下一集会在做更多快捷键介绍的时候会教你，按了这个才是确切把这个 App 关掉。那再来另外呢，这个黄色就是缩小，那这个 Windows 就很像，它会把它缩到下面，那你再点一下，它又可以再出来。那再来这个绿色的放大呢，现在在这边它是你可以这游标在这边上面的时候，可以给你选择说你要怎么方式去显示它，可能要靠左边、靠右边，那或者是全萤幕什么的排列。填满的话就是这样，那这个就很像 Windows 把它的填满这个萤幕的方式。但如果你今天不是用游标上面给你额外的选择，你直接去点它的话，它就会进到全萤幕的选项。全萤幕很多人就会不知道怎么用，那我其他 App 怎么办？那其他全萤幕的逻辑是让你增加一个视窗出来，每个 App 就可以独立存在于一个桌面上面。那这个我们在下一集在很多桌面上面怎么去调整的时候再跟大家讲哦，轨迹板怎么去利用啊，这些桌面要怎么去设定。那我们今天就是一个比较基础逻辑的介绍。好，那在我们另一个区域就是在画面的上方的右边，那这边有很多图示列还有控制中心。那控制中心就很像你在 iPhone 上面会看到一样，你这个控制中心的图示你点下去，那里面就有很多设定可以让你快速去调整啊，开关你的 WiFi 啊，选择你 WiFi 现在要连上哪里，那蓝牙关闭啊 AirDrop 什么等开启，那这些都还是可以另外再编辑去增加项目，但这个有点复杂，我们下一集再来讲。那另外也会显示你现在 Mac 的这个状况，有什么东西在使用你的 location 啊，萤幕录影相机跟它的麦克风有没有开启，这边也都可以看到它的状态列。那在这一排图示呢，这个也是在显示说，现在有什么东西，它除了看你什么东西可以快速去调整之外，同时有一些你可能新下载的 App， 像我现在在做萤幕录影嘛，那它有这些状态列也会显示在这个上面。那有一些新的 App 下载安装的时候，就会问你说，要不要把你的这个 App 的快捷键放在选单列上面？那你就可以选择要不要放在这个地方。那如果你要调整它这个排列的顺序的话，你也可以按着你的 Command 键，然后再用滑鼠去拖移它，就可以改变它要排列的位置。那要增加或什么勾选的话，到时候再进一步在设定里面的选单列也可以进行勾选。那删除的话也很简单，你一样就是按着 Command 键，然后把它拉出来，它就会把它删除掉。那你可以看到上面就有一个移除的画面，移除的这个文字，我是还没有移除，再把它放回去。好，那下一个我们就来看这个上面的键盘功能。我们先不讲这个 Command 加什么的快捷键，我们就先讲上面这一排，因为其实非常的直觉性。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是萤幕亮度的调整，那在这边的话，这个就是一次去显示很多个视窗。比如说你现在有很多的 App 同时开启的情况下，那你要一次看清楚说，你现在有什么 App， 你可能要快速切换，你也可以按这个看我现在全部的 App 开启是什么。那你游标移到那个地方呢，你再按一下，它就会切换成那个东西。那另外呢 F4 呢就是 Finder， 你可以快速开启的 Finder。那再来这个麦克风就是想要启动听写。那再来这个就是勿扰模式的开启。那在这边 F7 到 F9 呢，就如果你现在有播放音乐影片的话，就可以快速你要按暂停或是快转或倒转。那再来 F10 到 F12的话，这个就是静音，然后这个就是把音量调小一点。那再来这个就是把音量调大一点。这些全部都可以直接可以用了，不用像有些 Windows 你可能要按功能键再去按它，这边都不用，它直接按了就是开启这个快捷键的功能。那我们刚才讲到 Finder， 我们就来快速介绍一下，这个就像是 Mac 版本的档案总管。那我们来看一下，你到下面这边选单列按下就会开启你的 Finder。那这个有点像是 Windows 的可能本机或者我的电脑，那就是在这个笑脸图示这边，你这边它预设会有一些东西放在这个喜好项目上面，你可以把它缩放、打开啊，或者是拉开。那这边就像是一个快速，你可以找到你一些档案夹，或是你一些什么东西放在哪里，可以快速在这边看到。那它预设可能就有桌面啊、下载项目等等。那如果你想要加一些不一样的资料夹，它也是非常的简单比如说我现在在这边，我想要加音乐进去，选到你的个人档案这边，然后按着音乐把它移到这边喜爱项目上面。当你看到这个横杠的时候，就代表这个项目可以把它加进去。那这个方便性就是你以后不管在任何一个 Finder 的项目这个旁边这个状态列、这个显示列都不会改变，那所以你加进去喜好项目的地方也都会存在。那也可以再进阶的去做一些设定就是这个项目里面要有什么要勾选，那也是在这个 Finder 设定里面的侧边栏里面可以去勾选。那这个我们未来可以再讲多一点。那如果你今天不小心加到什么项目，你觉得你不太需要用它的话，你就2只手指去点击，那就有点像是滑鼠的右键的按下去的方式一样，这边从侧边栏里面移出。它就移除了。好，那下一个很多人会想知道就是如果今天要整个系统总管的设定，我要去哪里找？那其实也是在你任何的画面情况下，上面的这个 Apple logo
点下去，这边就有系统设定。那你点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选单其实跟 iPhone 跟 iPad 都有点像。那如果你没用过的话也没有关系，就是永远记得你所有需要的设定都是在这个地方可以找到。WiFi， 那甚至到你这个 Apple ID、Apple 账号、iCloud 共享，然后或者你的 App Store 里面的这些设定啊、你的保固啊，那甚至是你有订阅的这些 App， 全部都在这个地方。那这个逻辑就跟使用 iPhone 跟 iPad 一模一样。那如果你觉得不好找的话，另外一个方式啊，就是在这个下面的 Dock， 也基本上它都会把系统设定预设在这个地方。你点下去，它也是会到同一个画面，可以看到所有的系统设定。好，那我们就快速回顾一下我们今天学到了什么啊，像是开关机啊，按 Apple logo 的这个地方，或者是长按这个电源键可以强制关机，还有这个 Dock 它怎么去操作啊，它下面是代表什么意义，怎么去调整它的缩放。那在它的选单列啊，它是跟着 App 走。那你到视窗的时候，这3个不同的颜色，叉叉、减号跟加号是什么意思？另外还有上面这一排的控制中心给设定什么，小图示代表是什么？那还有它 Finder 背后的逻辑啊，还有它的系统设定。那下一集我们会再进一步啦，教大家一些轨迹板怎么设定最顺手。那还有快捷键一些逻辑啊，一些快速操作的方式，我们下一集都会讲。那我觉得那几个学会之后，你可能就会理解说为什么很多人说 Mac 非常好用，甚至说为什么你轨迹板学会非常上手之后，你可能也不需要用滑鼠。好，那就先订阅起来，我们下一集再有更深度的教学。那我们下次影片见，拜。